懂了，都爱看丧尸种地是吧？那就成全你们。全体注意，开工了！来晚的今天没饭吃。种地吃饭。老板，一队队长铁柱报道，请吩咐工作。二队队长狗蛋报道。老板，今天见哪儿？老板，请安排工作。铁柱，带一队人负责10到30号新田的开垦播种，狗蛋负责农场防御工事扩建，小美，你负责监工。明白。都动起来，中午加餐。老板威武！不知力，风之翼。 2036年，丧尸病毒在全球爆发，繁星的土壤、水源被彻底污染，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克两国的斯科马联合各国政府，启动火星计划，带领剩余人类灭火星。等一下，我还没登舰。听雪，这就是你的男朋友？什么大夏最年轻的院士？ 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既然你觉得火星计划是骗局，那你就一个人留在蓝星吧。所以，我成了蓝星上最后一个人类。末日老板系统绑定成功 ，S 级丧尸驯服名额乘3，普通丧尸驯服名额乘50。 基础蔬菜、水果、种子礼包乘1。丁，主线任务已触发，请宿主驯服丧尸，打造初级末日农场。末日老板系统，种地，打造农场。那么，我的第1位员工，驯服吧！老板好。又是蟑螂饼，我已经连续吃了3个月蟑螂饼了。医疗不良，上周医疗战术再这样下去会得坏血病。当初不是说在火星生活一定比蓝星好吗？都是放屁！一群只会吃饭的废物，有的吃都不错。等下个月基地总指挥调任，位置就是我的了。 到时候我要把这些不服管的贱民全丢到外面吸毒气。各位同胞，我知道大家最近对食物分配有意见，但是请想想，是谁给了我们第2次生命？是伟大的斯科马先生。这就是现在的世界，一片土地。 而我们在火星，我们还活着。等等，那是什么？是一片农场。干活都麻利点。那些是丧尸，一个人类在指挥一群丧尸种地。 都手脚麻利点，干完活今天早点下班。哎，老板饿，想吃。3号农田的灌溉水渠挖完了，还差30米。活没干完就喊饿。去把渠沟挖完，晚上赏你3个最大最红的。真的？
的核桃。铁柱，你皮痒了是吧？老板，还是狗蛋贴心吧。这风的力道怎么样？有显着你的是吧？这么多沙子，你全塞我嘴里了。好你个狗蛋，你故意的吧？不好意思，老板。风险 S 级丧尸，夏天就是好用。哎呀，半年前我被陆听雪推下星舰，成了蓝星最后一个人类。那时我以为自己死定了，可谁知道绑定了末日老板系统。靠着新手礼包，我驯服了第一批员工，打造了初级末日农场。现在有吃有喝，无聊了还有美女丧尸陪玩，日子过得比末日前还快活。但有个问题，系统升级、商城购买，各种系统功能都需要震惊值。可现在蓝星上就我一个活人，上哪赚取震惊值啊？总不能就一直守着这么个小农场吧？丁，检测到宿主受到外部关注，震惊值加99，震惊值加21，震惊值加78。我快1万了，什么情况？系统，查询震惊值来源。来源分析中，信号源定位火星轨道方向。火星轨道，也就是说，火星上的人正看着我这个蓝星上最后的人类在指挥一群丧尸种地。那是农场。我看到了西红柿，不是说蓝星的土壤和水源都被彻底污染了吗？你们看到了吗？那些丧尸，他们真的在种地。那个指挥丧尸的人是江夜。怎么可能？我们不是亲手将他推下去了吗？就是江夜，一个异能都没觉醒的废物，怎么可能还活着？立刻切断信号，关掉屏幕。消息很快就会扩散到其他基地，这件事必须立刻上报斯科马先生。听说了吗？蓝星上还有人活着。何止活着？我表哥在通讯部，他说卫星拍到那人在种田，丧尸给他当工人。丧尸种田？妈，蓝星上真有农场吗？别信这些谣言，好好吃饭。可是那些水果看着好好吃。丧尸种田欠的礼，你是出现幻觉了吗？斯科马先生，那人是大夏院士江夜，他曾在联合会议上当众质疑过您的火星计划。哦，是他，一个没有异能的废物就更不可能了。蓝星的土壤、水源早已被严重污染，那种环境下不可能种植出任何植物。您是说他造假？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被困在蓝星，绝望之下会怎么做？会想尽一切办法引起我们的注意。水果、蔬菜，甚至是丧尸，可能都是假的。难道那些都是模型？我就说，江夜那个废物怎么会有这种本事？我会联系大夏政府，在所有基地同步直播蓝星画面。等他的把戏败露，人们会彻底绝望。而你们李家作为大夏区最大的蟑螂饼分销商，订单量会翻几倍吧？我明白了。好好给我做事。至于你申请加入漂亮国国籍、进入星际事务委员会的事，我会亲自向总统引荐。感谢您的信任。江夜，等着成为火星联邦的笑话吧！你会让整个大夏都丢尽眼泪。收工，开饭了。老板，能吃了？急什么？哎，对，一个一个来。啊，甜，好脆，好多汁，好好吃。放下，说了按劳分配。你今天偷懒半小时，但我没看见啊。我下次不敢了。还有，说了多少次了，注意点吃下，看看人家小美，多优雅。1年前，斯科马提出火星移民计划时，我作为大夏最年轻的院士，是制定计划的第一批参与者。当时我就发现，
这个计划存在大量数据夸大和技术漏洞，火星的生态承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人类全体移民。所谓的火星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筛选有钱、有权，或者是有技术的人，而剩下的普通民众注定成为消耗品。老板，你吃这个？小美真懂事，还真得感谢陆廷珏和李俊豪。我要是上了星舰，哪能过上现在这种神仙日子？半年了，总算收获了第一笔震惊值。系统提升等级。叮，震惊值已扣除10000点，系统升级中。即变多了。能中，这块也能中。老板万岁！老板万岁！系统已升级至 LV2，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50亩计划土地，普通丧尸驯化名额乘300，特殊种子礼包，荧光草莓、速生蓝莓、月光稻谷、技术图纸，全自动灌溉系统，温室大棚，物资补给包，基础建材乘10吨。又是300名员工，这下人手彻底够了。至于这荧光草莓、速生蓝莓，难道是有特殊功效？新任务已触发，请宿主将农场提升至高级农场。要求：1. 耕种面积达到50亩；2. 具有抵抗尸潮的防御工事；3. 员工达到300名；4. 拥有至少1名 SS 级员工。SS 级员工，想要完成任务，必须收获更多的震惊值。作为蓝星最后一名人类，是时候给火星来点小小的震撼了。怎么直播还不开始？呵呵，这都半年了，蓝星怎么可能还有人活着？就是，还指挥丧尸种地，开什么玩笑？万一是真的呢？那是我们的希望。一群无知的贱民，给他们一点希望，就跟狗一样聚过来了。这次调试了卫星拍摄数据，画面会特别清晰。等江夜那些小把戏被拆穿，真想看看他们绝望的表情啊！李副指挥，陆研究员，你们在背后就是这么评价江院士的？总指挥，张将军，我还没调任呢，怎么李副指挥已经等不及要坐我的位置了？总指挥误会了。哼，吃里扒外的东西，真以为攀上斯科马就能为所欲为了？半年前，星舰起飞前，最后一批人员名单是你审核的，江院士为什么没登上星舰？当时江夜被丧尸咬了。我问你了吗？总指挥，当时情况混乱，尸潮突破了最后防线，是我们没保护好江院士。如果江院士真的还活着，还在污染严重的蓝星开辟了农场，甚至能指挥丧尸种地，这就意味着蓝星可能还有救，我们这些被迫逃往火星的人有可能重返家园。什么？总指挥说重返家园？重返家园？真的还有回去的希望？还有回去的希望？全体同胞，我是003号基地总指挥张卫国。我刚刚接到大夏指挥部命令，从此刻起，大夏区9个火星基地将同步直播蓝星地表实况画面。重返蓝星！重返蓝星！重返蓝星就靠江夜那个废物，哼，等着被打脸吧！技术员开启直播。想要升级高级农场，得先把种植面积扩建到50亩。10号到20号田种荧光草莓，这玩意儿晚上会发光，当景观灯都行。21号到30号田种速生蓝莓，系统说3天1熟，应该够那帮吃货丧尸解馋了。至于31号到50号田，通通种水稻。终于能吃到香喷喷大米饭了！稻谷大神保佑，一定要丰收啊！我想吃蛋炒饭、煲仔饭、咖喱饭。这怎么可能？不能是真的吧？他竟然真的在种田？不对呀，那些丧尸呢？这跟宣传的不一样啊！看到了吗？哼，那些听话的丧尸员工呢？估计他那些假丧尸应该还没准备好吧？难道江院士之前展示的那些真的是假的？我先前跟江院士在工作上有过交集，他不是这种弄虚作假的人。继续看下去。检测到外部关注，
震惊值+8、+6、+2、+5。火星那边又在监视我，不对啊，怎么才几点的加？懂了，都爱看丧尸种地是吧？那就成全你们，全体注意，开工了！来晚的今天没饭吃。种地吃饭。老板，一队队长铁柱报道，请吩咐工作。2队队长狗蛋报道。老板，今天见哪儿？老板，请安排工作。铁柱，带一队人负责10到30号新田的开垦播种，狗蛋负责农场防御工事扩建，小美，你负责监工。明白。都动起来，中午加餐。老板威武！不知力，风之翼。真的是丧尸！那个大块头丧尸，他在用异能翻地。3位 S 级丧尸当队长，那个穿黑丝的御姐丧尸还在记笔记，这个世界疯了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江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都看到了吧？这不是骗局，这是奇迹！那些丧尸真的在种地。受够了霍希，我想回家，我想回蓝星。回蓝星？就算江夜觉醒了能控制丧尸的异能，能指挥丧尸种地，那他种得出来吗？众所周知，蓝星的土地已被严重污染，绝不可能种出任何植物。谁知道他那些水果是不是模型？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够了，继续看下去。叮，震惊值+99、+99、+99。果然啊，都爱看丧尸种地。但猛长这么多，难道火星上专门开了档节目在直播我？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看个够。系统解锁商城，购买植物生长药剂。叮，已消耗2万点震惊值。小美，音之引导。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他不是吗？是蓝莓呀！叮，震惊值+99、+99、+99。还真有用，那就再加把火。哎呀，监工也累呀，来点娱乐节目解解乏。集合，给老板跳舞。舒服呀，真舒服。丧尸在跳女团舞，这世界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是在做梦。啊，不对，太不对劲了，这完全超出了预期。此事事关重大，快备撤！我要立刻上报国家。你看这个穿黑丝的丧尸姐姐跳得比我还好，好新鲜的西红柿，好想吃！要回蓝星！卫国，这些画面都是真的？首领，各位同志，我以军衔担保，这些都是星链卫星拍摄的实时画面，绝对真实。太匪夷所思了！蓝星明明污染严重，无法种植，而且那些丧尸怎么可能听人类的指挥？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控制丧尸，快速种植，江夜院士将是整个大夏，甚至是全人类重返蓝星的希望。没错，当初我们大夏就不应该同意斯科玛的火星计划。现在的民众已经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了。都安静。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江夜建立联系，达成合作。这不仅能解决我们大夏的食物危机，还将大大提升我大夏在整个火星联邦的话语权。到时候，大夏将成为引领人类文明重返蓝星的旗帜。该死，江夜那边竟然都是真的，消息已经传到我们漂亮国来了，电话都被打爆了。江夜那个废物，他早该死在尸潮里了。先生，现在民众都在质疑你，我们该怎么办？继续直播，越多人关注越好。等他成为所有人的希望，我再亲手掐灭。我要彻底断这帮贱民返回蓝星的念头。难道你要当众杀了江夜？这会引起众怒的。我有这么愚蠢吗？我已经通过星链卫星勘察过了，在距离江夜农场不远处的城市中，围聚着大量丧尸，其中还有一名 SS 级丧尸。你要引导尸潮去攻击江夜的农场？没错，
我会通过星链投放引诱毒气，把他们引向江野所在的农场。到时候，火星民众会亲眼见证江野是如何被尸潮啃得连骨头都不剩的。江野，这次你必死无疑。真得感谢火星那帮热心观众啊！震惊值都破50万了。几天时间，50亩地的播种和农场围墙的建设都进入了尾声，距离升级高级农场的任务，就差招200名普通员工和驯服1名 SS 级的丧尸。啊，50万震惊值，但狗系统这么嗨！算了算了，这50万还是先留着吧。起床干活啦！开荒队集合！今天必须把最后几亩地翻完。击剑队，今天围墙建完。不会带团队，只能干到死，不错，好说。等农场升级为高级，火星那边一定会嫉妒的发疯吧？他又开始了。丧尸在种地，他躺在那悠哉悠哉的看书。啊，这什么神仙日子？江夜喜欢当全人类的希望，你不过是个苟活在蓝星上的可怜虫，而我斯科玛才是全火星人类的希望。再见了，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死去吧。是尸潮，而且还是大规模的。那是 SS 级丧尸。完了，江夜是完了。怎么会这样？尸潮为什么会突然苏醒？还是斯科马先生高明，杀人于无形，江夜将在所有人的见证下被撕成撕碎。江夜，等死吧！外面什么情况？老板，外面好多野生员工。野生员工？尸潮？还有比我还厉害的大家伙 SS 级丧尸。老板，聪明。那是什么怪物？他们破坏了老板的农场，弄死他们！给我趴下！各位人类同胞，看清楚了吗？这才是蓝星最真实的生存环境。能种出食物又如何？能指挥丧尸种地又如何？1名 SS 级丧尸足以摧毁这一切，更何况还有更强大的3S 级丧尸存在。蓝星是地狱，而我们脚下的火星才是人类文明的未来。斯科马！江夜完蛋了！江夜士居然出去了！江夜士，你要干什么？江夜这是出去送死吗？他可是 SS 级丧尸，他手下3个 S 级都像纸糊的一样，他这个连异能都没有的废物能做什么？现在火星上那帮人是不是都在等着看我笑话？看来这50万是跑不掉了。系统，使用 SS 级丧尸驯服命令。给我契约。老板，那个大块头也叫老板？他也成了咱们同事？
声音太小没听见，你刚刚叫我什么？真听话。亲爱的火星观众们，这场戏精彩吗？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是时候给自己找个强有力的打手了。还好我提前扩招了200多个新员工，利用系统奖励的驯服能力，连夜去周边扫荡了一圈，把员工扩充到了200多号人。怎么可能？那可是 SS 级丧尸！江夜他到底做了什么 ？SS 级丧尸能够摧毁城市的怪物，怎么会向那个废物低头？哈哈哈哈哈哈！江夜干得漂亮，不愧是我大夏最年轻的院士，不愧是我大夏重返蓝星的希望。那个是 SS 级丧尸啊！那个大夏人到底怎么做到的？丧尸真的能驯服？骗子！斯科马是骗子！他说蓝星是地狱，可是这个大夏人活下来了，他抵抗了尸城，建立了农场，丧尸都在给他打工，他比我们火星上任何人过得都好。该死的斯科马！斯科马！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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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夜，我一定弄死你！哼，还愣着干什么？走啊！江夜！江夜！江夜！高老，连大夏首领都被惊动了。首领好，魏国，这件事你做得很好。首领，您是指刚刚接到探测部和航天局的联合报告，半个小时前，有2枚未经星际委员会通过的特种弹药坠落在江夜院士所在的农场附近。什么？但那填充的是丧尸引诱毒气，这就是尸潮突然苏醒并攻击农场的原因。这是谋杀，有人想让江院士死。各位同胞，我们的江夜院士在丧尸横行的蓝星上开辟了农场，种出了食物，甚至驯服了足以毁灭城市的 SS 级丧尸。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奇迹，也为我们这些流落在火星的人类点燃了一簇重返家园的希望之火。江夜！江夜！江夜！在此，我代表大夏最高指挥部郑重宣告：任何势力、任何人若敢以任何手段伤害江夜院士，便是在与我大夏为敌，我们必将追究到底，绝不姑息。首领英明，大夏万岁！魏国，再过几天就是火星联邦的第1次人类会议了，想必会格外精彩啊！那些想害江院士的人恐怕坐不住了，不仅是外部的敌人，内部也要格外注意。明白了，首领。你办事我放心。江夜，你给我等着！铁柱、狗蛋、小美，都有名字了，叫你什么好呢？叫大块头，烫块头的。嘿，这名字响亮。大块头，确实挺贴切。行，那以后你就叫老板，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不喜欢？我大
块头，变小了。老板，这才是真实的我，刚才那个是战斗形态。我勒个去，这反差也太大了吧！那样比较有威慑力。那你的异能是什么？这是精神控制。我这种控制很微弱，只能暂时影响攻击丧尸。老板，您的这些员工是从灵魂上忠诚于您，这不一样。但这玩意儿可以给我监工啊！那些员工干活是偷懒，一抓一个准。那你还有其他能力吗？有。好家伙，开大了是吧？精神性和火系双重异能，这就是 SS 级的含金量吗？有了，你以后的名字就叫安妮。以后你就是我们农场的新成员了，要跟你的哥哥姐姐们好好相处哦。安妮妹妹，我是铁柱哥哥，我是狗蛋哥哥。嘿，以后我叫你。你可以叫我小美姐姐。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老板哥哥，这个草莓很好吃，比那些脏兮兮的东西好吃10000倍。这蓝莓好多能量，爽！这才是生活。以前捡垃圾时的日子简直不是试过的。市长对就好，我在农场外围找到了一枚毒气弹药残骸，外壳上印着斯科玛集团的标志。可惜啊，我不但没死，还白捡了一只 SS 级丧尸，外加收编了300多个而且刚刚清空的震惊值更是冲破了100万大关。如此之下，我大量兑换植物生长药剂，刚播下去的种子迅速生长，种植面积迅速扩展至5升，并且配备温室大棚和全自动灌溉系统，微信力全部建设完毕，整个农场蒸蒸日上。叮，检测到所有条件满足，恭喜宿主，打造高级农场任务已完成，系统等级提升至 LV3，奖励发放中。100亩净化土地，普通丧尸驯服名额乘500，鸡、鸭、牛、羊、猪、牲畜、幼崽各乘50。技术图纸：纯净水循环净化厂、食物储存加工厂。终于升级了！我鸡鸭牛羊猪，天老爷，知道这半年没肉吃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终于有肉吃了！新主线任务已触发，请宿主将高级农场升级为初级农场基地，要求实际耕种面积达到100亩，员工总数超过800名，配备3座基础工厂。水和食物想要长期储存，确实需要加入，这个好解决。但武器生产工厂有点棘手啊，技术图纸也没有，目前蓝星上的工厂都被破坏了。找肯定是找不到，除非天上掉下来。说来也奇怪，这几年震惊值都没怎么涨，火星那边在忙什么呢？首次人类会议将于今日召开，本次会议将决定火星联邦未来5年的资源分配和技术发展方向。舆论普遍认为，蓝星幸存者江叶院士将成为无法召开的核心议题。联邦的人类会议今天就要召开了，这会议呀，肯定得谈江叶，他最近太火爆了。江叶再厉害，远在蓝星救不了火星的急啊！斯科玛，你最近的风评有点差，很多民众在质疑你。都怪那个大夏院士，要不是他，我们漂亮国将在这次会议过后成为整个火星联邦的主导者。火星移民计划是你提出来的，是你向我承诺，火星将是人类唯一的未来，而我们漂亮国将引领这个未来。我不希望有任何国家抢走我们的地位，尤其是大夏。总统先生，请放心，我会处理好的。大夏最近出尽了风头，都是因为那个江叶院士，那个蓝星幸存者太匪夷所思了。各位元首、代表，时间宝贵，我宣布，火星联邦第1次全体人类会议现在开始。按照既定议程，本次会议的核心是规划我们人类在火星未来5年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在过去的1周，一个意外因素闯入了我们所有人的视野，那就是蓝星上唯一一名人类大夏国的江叶院士。好多水果，看起来好新鲜啊！好美味，好想吃。
各位，蓝星是我们的母星，因为丧尸病毒和污染，我们被迫离开了它。但如果蓝星上出现了恢复生机的迹象，我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返回。我反对，父王会长，蓝星的土壤污染指数、水源辐射值，哪一项不是致死标准？蓝星环境在50年内绝无自然恢复的可能。那个大夏院士江夜，我怀疑他是在作假。放屁！那都是卫星拍摄的真实画面。勒卢普斯科马这就坐不住了。你也说了，那只是卫星拍到的画面。他种的那些水果你又没吃过，你怎么知道就是真的？你退一万步说，就算那些农作物是真的，我们火星现在有多少人口？4000万。那个江夜的小农场又能产出多少？而且我严重怀疑他所谓的只会让丧尸种地，就是一场骗局。骗局？什么意思？当时市场几乎要摧毁农场，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这只 SS 级丧尸会突然停下？因为它需要更多的食物。他是跟江夜达成了某种合作，想通过这种方式帮我们骗回蓝星。天哪，有道理，不然完全无法解释。斯科马，你这是污蔑！那你拿出证据来反驳我呀！现在我们都在火星，我就算把故事编出花来，谁又能拿出证据来戳穿我？你所说的事情，我们确实无法拿出证据反驳。但是江夜院士也绝不允许他国污蔑。江夜已经被定义为我们大夏未来的希望。我再次警告各位，任何想伤害江夜院士的人都将是我大夏的敌人。这场会议已经没有继续的必要了。哼，大夏为了一个狗屁院士，就要跟我们漂亮国撕破脸吗？很好，那这场戏就更有意思了。我控制不了自己，干活！老板，汇报，水源净化厂和食品加工厂都按照图纸搭建好了，就差培训员工了。老板，员工培训交给我。那武器加工厂呢？老板，没有图纸，我不会。武器加工厂厂房好建，最关键的是没有模具。如果能搞来一批武器研究就好了。进。由李副指挥，陆研究员，请坐。这几天，大夏和漂亮国因为江夜闹得不太愉快，二位身为大夏要员，私下到我这里来，不怕惹上麻烦。麻烦？该死的江夜，整个火星都被他搅得一团糟了。要不是他，我和俊豪现在恐怕都已经进星际委员会了。二位过来是已经有解决麻烦的办法了？江夜现在被捧这么高，无非是他在蓝星种出的蔬菜水果。他能在那种生存环境种出来，一定是有特殊种子。如果我们搞来这些种子，在火星大肆种植，那江夜将不再具有任何价值。问题是怎么搞来？以您的实力，悄悄派出几艘无人武装探测器潜入蓝星，并不难吧？这样不仅能采集种子和土壤样本，还能顺手把江夜这个祸根彻底除掉。就算失败了，这也只是几艘来源不明的无人探测器，没人能查到你。好，都说大夏人聪明，果然名不虚传。这件事一旦成功，我会动用一切资源，力保二位顺利进入星际委员会。届时你们将不再受制于大夏政府。那就提前感谢斯科马先生了。半年，鬼知道这半年我是怎么过的，天天西红柿黄瓜，今天终于能吃上肉了。呵，可怜的小猪被我逮到，算是你倒霉了。老板，太香了，能给我尝一口吗？我以后一定加倍干活，赏块肉吧。老板，肉类富含蛋白质，对员工体能恢复有益。老板哥哥，安妮也想吃。胡闹！你们是员工，还想跟老板我一个锅里抢饭吃？还有没有规矩了？
这口锅算是你们的，敞开了吃。老板万岁！斯科马先生，这次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能再让江夜逃掉了。放心，这无人武装探测器是我公司最新研制的产品，上联配备了各种新式武器。江夜不过是个没异能的废物，只要锁定他，一击必杀。好，江夜，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给我们涂作嫁衣。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区域上空，开始扫描环境，收集数据。这竟然都是真的！怎么了？目标农场内检测到大量有机生命，西红柿、黄瓜、草莓、蓝莓。经过数据分析，整个农场的食物都是真的。做好你的事，继续。斯科马先生，他们在吃火锅。他真的在吃火锅？等等，那4个 S 级丧尸也在吃火锅。还有肉，他在蓝星养猪了。火锅，我都快忘了火锅是什么味道了。江夜，凭什么你把火星搅得天翻地覆，自己却在蓝星享受火锅，还有肉吃？你都凭什么过得这么爽？斯科马先生，还等什么？杀了他！快锁定江夜，开火！哦，老板，天上好像有东西。什么东西？老板小心！哇，老子的火锅！我下了多大决心才宰了那只小猪仔啊！才吃了几口，就这么没了。干死他！够不着，老板。这是武装探测器，我正缺武器，这探测器不是摆在面前的武器大全。安妮，等一下。老板哥哥输晚了。不是哥们儿，赶着给我送空图啊！给我把他们干下来，要活的。首领，紧急情况，太空监测网捕捉到4艘武装探测器从火星发射，已经抵达了蓝星。坐标位置就在江夜院士的农场附近。什么？武装探测器？奔着江院士去的？他们开火了，正在攻击农场。快查询这几艘探测器的具体信息。这几艘探测器并未在火星联邦登记。妈的，肯定是漂亮国。前脚引诱尸潮攻击，后脚又派出武装探测器。首领，我请求立马派出人手救援江院士。不行，哪怕知道这件事就是漂亮国干的，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贸然行动只会给人留下把柄。难道我们就这么干看着？江夜能收服 SS 级丧尸，就证明他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但这不意味着大夏会沉默。立刻链接星链卫星，将农场的实时画面同步推送至大夏所有基地的公共频道。我要让所有民众看到，有敌人想掐灭我们重返蓝星的希望。漂亮国跟我们大夏撕破脸是要付出代价的。怎么回事？这是江院士的农场。真是想象的农场，发生了什么？武装探测器在攻击江院士啊！谁干的？有人想杀了江院士，那是我们回家的希望啊！不好，他们家大能量了！老板，抓稳了！我的蔬菜，我的农田，天杀的！打我就算了，跟我争家干什么？该死的江夜竟然毁了我一台探测器！2号、3号、4号机，给我开启最大功率，把它轰成渣！江夜啊江夜，躲得过尸潮，躲得过堪比 S 级丧尸全力一击的激光炮吗？农田，他们毁了农田！这群畜生啊！到底是什么人干的？江院士，快跑啊！一定要活下来！老板哥哥，要我直接毁掉他们吗？不行，这几艘探测器都是我需要的宝贝，绝对不能毁。但我又该怎么做？有了，既然不能直接开大，那咱们就整点丝滑小连招。就是现在，安妮，精神场域压制。好。小美，冰露延伸，
斜45度指向他。明白。来吧，展示！老板，看我们的！嘿嘿嘿，到我了！好配合，成功了！耶！还能这么玩？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我仿佛看见了一群丧尸在打团。这套连招也太丝滑了，漂亮！首领，江月氏竟然能让丧尸配合到这种程度，我手下的那群士兵都未必能做到啊！江夜不愧是我大夏未来的希望。江夜，你又毁了我一艘探测器，都给我把功率拉到最大，杀了他！这怎么可能？他们可是丧尸啊，竟然能这么配合！江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老板，我们成功了，干得漂亮！今晚全体加餐，每人加一个大鸡腿。老板万岁！另外2艘也给我干下来。高能激光炮、激光枪、能量盾，这都是巨牛的武器啊！要是量产出来，给我的员工每人配上一套，简直不敢想。还有这些微型聚变功能、超距通讯，这都对基地有大用。斯科玛呀，斯科玛，你怎么总干这些蠢事？好处给我送上门，我不收都不行。感谢老铁送来的空投啊，我就不客气，全都笑纳了。江月是牛逼，市场扛住了，现在要把探测器打下来了，太牛了！关键是他手下那帮丧尸，那配合连人类都很难做到吧？老子受够了火星，受够了这些令人作呕的食物！重返蓝星，重返蓝星！爸爸，江叔叔好厉害，那些丧尸哥哥姐姐也好厉害。咱们回家有希望了！耶！报告首领，这次直播效果非常好，各基地民众都在欢呼。首领，您看，那些丧尸在江夜指挥下，战术明确，配合天衣无缝。哪是斯科玛所说的跟丧尸达成了合作？这分明就是丧尸对江月氏的单方面臣服。是啊，江夜这孩子总能给我惊喜。人类移民火星的这段时间，民众都受苦了，但现在江夜给了大家生存下去的希望，而我大夏也将成为火星联邦凝聚力最高的国家。首领，那这次的事就这么算了？算了，绝无可能！命令技术部门全力搜集本次事件的所有信息数据，一旦证据完整，那我们大夏就有了对付漂亮国的正当理由。是。斯科玛，你个自作聪明的蠢货！谁让你擅自发动攻击的？整个过程都被大夏那边直播了。怎么可能？我警告你，立刻把你那该死的屁股擦干净！总统先生，我保证把痕迹清除彻底。你给我听好了，一旦大夏那边抓到确凿证据，这将升级成国家间的冲突，我们绝不能让大夏有针对我们的正当理由。江夜，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好大的东西，烧焦的味道不好闻。昨晚就是他喷火。该死的斯科玛，老子刚挂过的西红柿、水灵灵的小白菜全成灰了。不过用几亩菜换这3台武器大礼包，这波勉强算不亏。老板，这玩意太复杂了，我不会。你不会？没事，我会啊。哥们儿好歹也是大夏最年轻的院士，双料博士，想要吃透这些武器并不难。到时候搞出几台防御激光炮，给咱们农场围墙上安排上，然后再给丧尸员工每人整上一套武器装备，想想都刺激。我去，江月氏这是在干嘛？他是在反向破解那些攻击他的武器吗？攻击他的人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吧？偷鸡不成蚀把米啊！哼，江夜不愧是我大夏最有前途、最年轻的院士。他当初若是顺利来到火星，或许我们许多技术瓶颈早已突破，民众的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般艰苦。是啊，江院士是真正的国士。可惜了。李副指挥、陆研究员，你们2位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是，张指挥说的对。有道理。
有道理就行。但是昨晚外部敌对势力派出武装探测器袭击江月市时，基地高级军官和研究员都到了指挥中心，我怎么没看到二位的身影啊？昨晚身体不舒服，睡得早。哦，那陆研究员呢？不会这么巧，身体也不舒服吧？没有。陆研究员，该不会是照顾李副指挥去了吧？之前听闻陆研究员是江院士的女朋友，虽说江院士远在蓝星，但陆研究员也不可能和李副指挥走这么近。算了，下次这种场合，二位可不能缺席了。是，一定。两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等时机到了，我第一个除掉你们俩。看来以后得小心点了，免得引起怀疑。江夜，你为什么还没死？是在坏我们后事？快看，江院士那什么情况？说了多少遍，落地有轻，再不长记性，罚你3天不许吃饭。知道了，老板。但是老板有好事儿。什么好事？你捡到金子了？食品加工厂那边第一批水果和肉类的罐头生产出来了。什么？让我看看。老板，水果罐头第一生产线首批成品。水果罐头，自从末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这玩意儿了。就是这个味道，太美妙了。这是肉类罐头，包含鸡、鸭、牛、羊、猪中至少3种肉类，按您给的配方调味。好吃，就是略微有点咸。矿泉水，这是水源加工厂生产出来的。都是按照老板给的图纸生产的，保质期3年。单纯的水果和肉类，只能短时间储藏，无论种多少菜，养多少猪，都没法彻底解决食物问题。但如果能批量加工，长期储存，那将实现真正的食物自由。我那是罐头，水果罐头，还有肉罐头，他还有矿泉水喝。江院士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农场不光种地养猪，连加工厂都有了。一群丧尸在流水线上给他做罐头，他连罐头都造出来了。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如果这些罐头和水能运来火星，我们就不用再吃那些恶心的蟑螂饼和营养膏了。江院士所做的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维护好现场秩序，这件事我必须立刻上报首领。丁，震惊值加99，加99，加99。热心观众又开始收看节目了，看到我这连罐头和矿泉水都生产出来了，火星上该有人嫉妒的牙要碎了。系统，打开面板。安妮，老板哥哥，利用你的精神念波，在城市废墟中筛选500名有劳动潜力的丧尸，引到基地外围。明白，我这就去。铁柱，带开荒队把种植土地扩展到100亩，保证完成任务。狗蛋，武器加工厂的建设必须加快，我给你3天时间，厂房主体完工。老板，这时间也太赶了。保证完成，我24小时不睡觉也干完。小美，你负责统筹全局。交给我，老板。1周时间，我们要把这里打造成真正的农场基地。什么？江野的农场建造了饮用水和食品的加工厂，一群丧尸在流水线上给他生产罐头和矿泉水。是的，首领，虽然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这怎么可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首领，先前在联邦会议上，斯科玛还大放厥词，说什么火星人口众多，江院士农场产出的水果蔬菜杯水车薪。但如果这种罐头和矿泉水能大批量生产，并且运上火星，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夏的民众将实现食物自由。大夏有救了！
真的有希望！一定要想办法联系上江夜。可是首领，江月是远在蓝星，蓝星那环境根本就没有能跟我们联系上的通讯设备。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联系上江院士。我要亲自跟他对话。明白，首领。同时，时刻监测漂亮国动向，他们恐怕已经坐不住了。该死的江夜，该死的大夏人，他竟然带着一群丧尸建起了工厂。总统先生，现在大夏各基地都在狂欢，如果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那些罐头会真的被运上火星。我当然知道，如果不是江夜，我们漂亮国早就掌控了联邦话语权。我们该怎么办？不能再等了，再让他这么发展下去，谁知道那个农场里还会冒出什么鬼东西？在这之前，必须把他扼杀。可是该用的方法我都用过了，是什么？装探测器都没能杀了他。那就派出一支由强大异能者组成的小队，前往蓝星，亲手割下江夜的脑袋，再把他农场里的一切统统抢过来。总统先生，这是宣战行为，会引起大夏的愤怒。大夏愤怒，那前提也是江夜他还活着。等江夜变成一具尸体，到时候我们漂亮国将彻底掌控火星人类的未来。这1周的时间里，我按照系统任务又招了500名新员工，种植面积扩展到100亩，武器加工厂也建设完成，初级农场基地基本搞定，成功了。先前从探测器上拆下来的超距通讯器，还真被我改造成功了。有了这玩意儿，说不定就能跟火星那边通上话了。丁，检测到所有条件满足。恭喜宿主，打造初级农场基地任务已完成，系统等级提升至 LV4，奖励发放中。等等 ，SS 级丧尸进化名额，也就是说，铁柱、狗蛋、小美都能进化成 SS 级丧尸了。这次任务目标很明确，前往蓝星斩杀江夜，带回他农场里所有的技术资料与种子。记住，一定要小心行事，确保万无一失。斯科马先生，您是不是太谨慎了？我们这支小队有4名 SS 级和4名 S 级异能者，那个江夜不过是个没有异能的废物，手下也就3个 S 级和1个 SS 级丧尸，我想不到有什么失败的理由。事成之后，我保证各位将享受火星最顶级的资源待遇。那就提前感谢斯科马先生。登船。报告首领，我们刚刚监测到一艘高速飞船从火星近地轨道进行跃迁，坐标终点蓝星。报告，检测到飞船上有强大异能者的能量波动，初步分析是4名 SS 级和4名 S 级。这是针对江夜的斩首行动，轨迹逆向追踪完成，发射源头已锁定，是漂亮国001号基地。该死的漂亮国，这次连装都懒得装了。一次性出动4名 SS 级，这是抱着必杀江院士的决心。这样的阵容，江院士那边根本无法抵挡，绝不能让他们得逞！立刻组织我们的精锐异能者前往支援。首领，来不及了，目标飞船配备的是最先进的亚光速跃迁引擎，等我们的人抵达蓝星，一切恐怕都结束了。难道江夜他真的完了？首领，我捕捉到了来自蓝星的超距通讯信号，具体信号源就是江夜院士所在的农场。什么？难道是江夜？快，尝试建立连接。这里是火星大厦总指挥部，收到，请回答。我真联系上火星了，还是大厦指挥部。啊，半年了，终于听到人类的声音了。收到，能收到。这里是蓝星，我是江夜，信号是否正常？请回复。
这是江夜的声音。快，开启视频通讯。不行，目前通讯信号非常不稳定，可能连最简单的语音通话都难以维持多久。江夜，这里是大夏总部，能听清吗？高老，是您吗？太好了。江夜，现在通讯信号极不稳定，我们长话短说，你那边情况如何？是否安全？情况挺好的啊，有吃有喝，日子挺舒服。不是，江夜，你听我说，现在有紧急情况，漂亮国派出了一支由强大异能者组成的先遣队，正在前往蓝星。他们的目标就是你的农场，你一定要小心。怎么回事？首领，信号彻底断了。继续尝试，调用所有频段，重新建立联系。紧急，农场，你。紧急农场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开心农场啊。喂，能听到吗？说清楚点啊！这斯科玛造了什么破烂玩意儿啊？关键时刻掉链子，一点都不顶用。紧急农场，我去，不会有人要偷我菜吧？每天看江月氏的直播，已经成了我活下去的动力。但也只能望梅止渴了。大家快看，农场天上是什么？哦，是飞船！又有人要害江院士。等等，他们在偷菜。水果，这些都是真的。Oh my god！ 没错，美味的新鲜水果。天，太美味了，比该死的虫饼好吃10000倍。脆，爽，好吃。总统先生，经过检测，目标农场所有蔬果中蕴含的能量、维生素及特殊活性成分，都是常规品种的3倍。我就知道江夜能在蓝星那种环境下种出食物，一定是有特殊种子。等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回来，我们漂亮国将掌控整个火星人类的命脉。他们在干什么？就有野餐吗？总统息怒，克里斯他们都是我重金找来的强大异能者，一定能完成任务。够了，都给我住手！别忘了我们来这的目的。等我们把这里的种子、技术带回火星，我们将是漂亮国的英雄。到时候你们想吃多少有多少。说得对，那我们就办正事，先把那个可怜的大夏人给杀了。过分了吧，各位！偷我菜就算了，还要杀了我。招呼都不打就开饭，真这脚头素质不行啊！哼！果然，罐头和矿泉水一亮相，火星上的某些人就彻底坐不住了。你就是江夜？不认识我，要不要给你来段自我介绍，顺便报个身份证号？有趣的大夏人，可惜你活不过今天了。乖乖把农场所有的技术都交出来，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啰里啰嗦，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你不懂，都出来吧，开工了。就是你们偷老板的菜，香喷喷的活人脖子，真想咬上一口尝尝。老板哥哥，要不要你帮你咬死他们？3名 S 级，1名 SS 级丧尸，这就是你的底气。我们光是 SS 级就有4位，剩下的也都是 S 级，你拿什么挡？跟他废什么话？全都杀了！你敢伤我老板哥哥！滚出老板的农场！你呀！嘿，尝尝这个。3名 S 级丧尸，可惜了。4名 SS 级，还有4个 S 级，完了，江院士危险了。先是尸潮，然后又是探测器，现在直接派暗杀小队，谁这么想让江院士死？江院士他的员工们要顶不住了。指挥中心那边有什么进展了？目前已经将收集的证据提交给了星际委员会，正式过后，他们会制止漂亮国的行为。等他们走完流程，江院士的坟头草都3米高了。
江夜，你可是我们大夏未来的希望，撑住，一定要撑住啊！4名 SS 级，4名 S 级，江夜啊江夜，这次我真的想不出你还能有什么活。安心等死吧。老板，他们太强了，打不过。老板小心！江夜，你不过是个连异能都没有的废物，光靠着这些没脑子的丧尸就想保住你的小命？哦，是吗？本想借机看看铁柱他们的极限战斗力，确实比同级别的异能者强不少，但对上 SS 级还是差太多。既然如此，那这场闹剧该结束了。系统，使用 SS 级丧尸进化名额，3个全部使用。丁，你确认使用3个 SS 级进化名额，进化程序启动。这就是 SS 级的力量。我进化了，我的能力升级了。怎么回事？他们的能量在飙升。他们3个全都突破到了 SS 级。干死他们！江院士刚才做了什么？那3个丧尸怎么突然升级了？江院士牛，我就知道他有后手。这群混蛋死得好，就是有人不想我们回去，想让我们永远拦在火星。怎么回事？刚才不是挺威风说要杀了我吗？放过我，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我是 SS 级，很有用。放过你？可以啊，我这个人最讲信用了。来，说说看，是谁派你来的？是斯科马集团。斯科马，真是阴魂不散。就他一个人？漂亮国政府，他们都不希望你存在。果然还是这帮老熟人。听好了，以后欢迎继续派人来，但是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队我埋一队。蓝星是我的地盘，听懂了吗？可以放我走了吗？本来呢是该放了你的，可惜我今天心情不太好，突然又不太想讲信用了，都处理干净，别弄脏我的菜地。老板，交给我。该死的江夜！该死的大夏人，这就是你找来的异能者小队，废物，全都是废物！怎么会这样？那几只丧尸怎么突然升级了？总统先生，星际委员会的福王会长亲自发来通讯，要求您立刻前往联邦总部，似乎是要问责。难道是大夏汇报上去了？该死的大夏，因为一个江夜，真要与我漂亮国开战吗？你们是不是疯了？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江院士，真以为杀了他，你们就能掌控整个火星人类？张将军，请注意你的身份。你们在干什么？想在联邦总部动手吗？魏国，回来！既然人到齐了，那我就直说了。就在不久前，蓝星的江夜院士遭受一支精锐异能者小队袭击，大夏方面提交的证据链完整，证实袭击飞船是从你们漂亮国01号基地发射的。特鲁普总统，对此你有什么解释？从我们漂亮国发射，就证明跟我们漂亮国有关系吗？还想狡辩？做事要讲证据。现在江院士在火星人气这么高，有一些不法分子生出抢夺的念头，不是很正常。对了，福王会长，刚想跟你汇报，我们漂亮国前不久丢失了一艘飞船，搜索了几天都没找到。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被这支抢夺江院士的异能者小队给偷走了。你们这是在胡扯！张将军，还是那句话，请拿出证据。混蛋！漂亮国还是这副无赖嘴脸，太无耻了！特鲁普总统，你是不是忘了我在上次人类会议上当众说过的话？哦，你是说有人偷了我们漂亮国的飞船去伤害江院士，你就要把我们漂亮国定义为大夏的敌人？我提醒你，你们漂亮国在火星上很多基础建设工业技术都要依靠我们大夏。那我也提醒高老先生，我们漂亮国的斯科马集团依旧是整个火星最大的蟑螂饼生产商。既然如此，那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走。首领，
我们真的要对漂亮国实施工业制裁？再不出手，岂不是说明我大夏是任人宰割的鱼肉？立马缩减对大夏的蟑螂饼供应。这帮大夏人不是天天叫嚣着想吃江夜种出的水果蔬菜吗？那我就让他们连蟑螂饼都吃不上。不应该啊，幸好收发模块也没坏，怎么就连不上呢？成了，喂，能听到吗？我是江夜。垃圾玩意，还以为能跟火星老乡唠上嗑呢。老板，这次表现不错，没直接从屋顶跳进来。是老板教育的好。有屁快放！那艘飞船门打开了，走，看看去。老板好。老板哥哥，这飞船是我破解开的哦。怎么做到的？打架的时候，我偷偷读取了那个金发坏女人的记忆片段，然后我自己对着控制面板试了试，门就开了。好家伙，按您这精神细艺能还有这种用处？干得漂亮！走，上去开开眼。这是无人控制飞船，只要输入坐标，飞船就能直接飞过去。老板，快来看这里！哇，好大呀！这能装下好多东西。要按说，直接坐着飞船去火星得了，那里有好多人可以吃。铁柱哥哥不许这么说，老板哥哥也是人类。知道了，安妮妹妹，我错了。漂亮国还真是贪了，派来这么一艘飞船，看来是想把我整个农场的东西都搬走。不过现在它是我的了，有了这玩意儿，岂不是能直接飞去火星了？不过傻子才去火星，留在这儿当我的农场主不香吗？整个蓝星都是我的。叮，新主线任务已触发，请宿主将初级农场基地升级为高级农场基地，要求实际耕种面积达到300亩，员工总数突破1500名，粮食、水果、蔬菜总储存量达到500吨，罐头、矿泉水成品储存量达到100吨，升级基地防御体系，需能抵挡初级星际武器攻击，提升员工综合幸福指数。500吨粮食果树，100吨罐头和矿泉水，还要有能挡初级星际武器攻击的防御体系。也对，高级基地嘛，这都是基本要求。但提升员工幸福指数是什么鬼？他们天天有新鲜水果蔬菜啃，还不幸福吗？难道要我开个大食堂，亲自给他们炒几个菜，然后再建个小公园，让他们下班了还能遛个弯，跳个广场舞？好像真能行得通了。要是火星那帮天天恐城里的家伙看到我这连丧尸员工都开始吃上小炒，逛上公园，人不得嫉妒疯了？全体都有。农场的新发展阶段来了，都给我打起精神，准备干活。好。别住，老板，您继续带队，负责土地开垦，目标300亩。明白，保证完成任务。果断。老板，您吩咐。武器加工厂那边，你带领一堆工程师员工，尽快吃透技术，把第一批武器给我造出来。这，安妮。在呢，老板哥哥。你负责给员工们提效率，把咱们的产量再往上翻一翻。老板，那我呢？你就跟着我多学几道菜，咱们整个大食堂给员工们提升生活质量。炒菜，我们也能吃上热乎乎的炒菜。炒菜行。老板万岁！老板万岁！行，就这么干。种地、造武器，还要搞企业文化。我要在蓝星建起一个末世乌托邦。火星时政报道，大夏政府以集中资源加速本国建设为由，将单方面停止对漂亮国的技术援助。斯科玛集团最新声明，因集团发展调整，将缩减虫饼产量，减少出口配额，我国民众或受影响。怎么回事？咱们大夏跟漂亮国干起来了？斯科玛集团可是火星最大的蟑螂饼生产商，如果不给我们提供蟑螂饼，我们吃什么？江夜啊，江夜，你在蓝星搞出再多花样，又有什么用？还是改变不了火星上的分毫。江夜，要是当初就乖乖死在蓝星该多好，就没现在这么多事了。静豪，你家里那边的生意怎么样？会受影响吗？放心，我们李家可是大夏最大的蟑螂饼分销商，有我和斯科玛的这层关系在，蟑螂饼配额并不会少，我们还能趁着机会抬高价格，大赚一笔。也是，这些贱民并不值得同情。各位同胞，请不要恐慌，要相信我们的政府。
我们会保障每一位公民的生存权利。鬼才会现在说的。张无知的贱民，我迟早会让你们明白，你们心心念念的江夜，不过就是个运气好的废物。漂亮国那边真的削减了张良饼供应？是的，首领，直接砍掉了70%。这样下去，每个家庭一天只能分到1块蟑螂饼，这连最低生存需求都达不到。而且下面一些供货商还在哄抬价格，很多人想买都买不到。漂亮国真该死，完全无视生命。还有国内这些吃里扒外的奸商都该死。首领，民众已经开始恐慌，一旦食物彻底断供，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食物命脉攥在漂亮国手上，目前根本没办法改变，除非什么？除非能联系上江夜。这个，这一周的时间里，农场耕种面积突破200亩，罐头和矿泉水的库存蹭蹭往上涨。狗蛋那边武器研究也有了眉目，小美在我亲自教导下，已经能炒几个大菜了。整个农场基地迅速发展，奇了怪了，这都过去1周了，怎么还是一点信号都搜索不到？难道是我的方法有问题？喂，有没有人？我心上的朋友，来跟人聊聊天啊！老板，行行好，求您给我1块吧。我孙女她已经3天没吃什么东西了。放开！现在蟑螂饼是什么行情？你不知道，老子自己都不够吃，还给你！求求您发发慈悲吧，孩子，我都不行了。唉，太可怜了。可是咱们家一天也就分到那么一小块，根本不够吃。真的好饿。首领，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糟。多个基地因食物短缺出现了民众骚乱，江月市的农场直播也全面停止了，不然我怕会引起民众更大的不满。漂亮国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食物真的太重要了。报告首领，我好像捕捉到蓝星的超距通讯信号了，可能就是江月市。蓝星的信号快，尝试连接。连接成功，信号很稳定。这里是大夏总指挥部，收到请回答。重复，这里是大夏总指挥部，收到请回答。能收到，这里是蓝星，我是江夜。高老，是你吗？是我，江夜。太不容易了，半年了，终于能跟活人说上话了。江夜，稍等，我这边正在尝试视频通讯。江夜，真的是你！高老，张将军，各位，好久不见。高老，目前大夏在火星上的情况怎么样？还顺利吗？这要是让江院士知道，我们大夏现在这么憋屈，太丢人了。江夜，当初应该听你的，火星根本无法承载这么多人类生存。怎么回事？你当初提交的那份风险评估报告是对的，火星的生态承载力、资源循环根本支撑不起这么庞大的人口，我们大夏的民众受苦了。江院士，我就直说了，目前火星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蟑螂饼，而蟑螂饼最大的生产商是漂亮国的斯科玛集团。现在漂亮国对我们大夏实行了蟑螂饼制裁，供应量锐减70%，大夏的民众连肚子都填不饱，正在挨饿，苦不堪言。什么？漂亮国，这就按捺不住了。江夜，你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漂亮国一直都想做人类霸主，而斯科玛集团对火星的研究和布局，早在丧尸病毒爆发前就该进行了。斯科玛提出的火星移民计划，不过是想把人类整体搬进到一个更可控的环境，然后利用资源和技术的垄断，慢慢蚕食各国，直到彻底掌控全体人类。我就说斯科玛怎么会那么好心，免费给各国提供星舰。我们大夏
就是他们计划中最大的绊脚石。只是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早就动手，是不是因为我？江夜，你怎么会知道？斯科玛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出手，都没成功，估计早就气急败坏。江夜，你不必多想，不论是不是因为你，大夏与漂亮国迟早都会走到这一步。但是只要你还活着，我大夏的未来就还有希望。首领，信号波动剧烈，通讯维持不了多久了。高老，目前大夏真的已经到非常艰难的地步了吗？江夜，照顾好你自己就行，我们这里你不必担心。高老，为什么不直接向江夜求助？如果他能提供支援。说了，江夜刚刚的话点醒了我。漂亮国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大夏。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派出飞船前往蓝星，就会连累江夜。别忘了斯科玛集团当初是怎么投放引诱尸潮的病毒弹药的。您的意思是，斯科玛集团留在蓝星轨道的星链卫星，同样还有致命杀伤力的星际武器。一旦斯科玛丧心病狂，江夜氏连同他的农场将顷刻化为灰烬。我不想大夏连这最后的一簇火种都保不住。火星上的大夏民众真的已经到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地步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或许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希望。系统，打开面板。震惊值才刚过300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系统商城中就有抵挡初级星际武器的能量防护罩，但这玩意儿足足需要500万智能值。本来想扣自己手搓的，看来想要快速完成任务，还得在火星人类面前狠狠装一波大的。老板，你怎么亲自来了？目前农场的产量和储备情况怎么样了？目前员工们的操作越来越娴熟，产量也在提升，罐头和矿泉水的储存量都达到了20吨，未加工的水稻蔬果储存量达到了30吨。20吨罐头，20吨水，30吨粮食，这些应该够了。老板，目前农场员工一共才1000多名，照这么生产下去，我们一辈子都吃不完。所以啊，我们才要分享。分享？铁柱，狗蛋。老板，有何吩咐？给你们3天的时间，把加工厂和仓库里的罐头、矿泉水，还有那些蔬果水稻，通通给我装到外面那艘飞船的货舱里去。老板，咱们这是要去攻打火星了吗？啊，这些是咱们的军粮。打，就知道打。你们俩脑子里除了打架和吃饭，还能不能装点别的？是老板。斯科马特鲁普，你们真以为我江夜是站着挨打不还手的人？等着吧，好戏才刚刚开始。自从漂亮国大幅削减蟑螂饼出口量后，大夏正在遭遇食物危机，各大蟑螂饼店被哄抢，很多人在饿着肚子。不许和我抢！这块蟑螂饼是老子的。行好，给点吃的吧。妈妈，我好饿。无知的大夏人，之前不是都嫌蟑螂饼难吃吗？不是一个个都说那该死的江夜是救世主吗？现在呢？饿肚子的滋味怎么样？你们口中的希望又在哪儿呢？斯科马先生，您的这个措施太完美了，现在整个大夏一团糟。这群贱民之前就是吃得太饱了，连谁是火星的未来都看不清。多说，爱听。
自从那个江夜像个蟑螂一样在蓝星冒出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了。斯科马先生，我觉得现在这样还不够。哦，陆研究员还有什么高见？您不觉得现在正是让大夏焦头烂额、跪信扫地的最佳时机吗？妙，不愧是陆研究员，这脑子就是灵活。那就再给他们添把火。李副指挥，找几个信得过的手下，煽动民众情绪，带领民众在大夏基地闹事。我要让漂亮国才是火星未来的口号响彻大夏各个基地。正合我意，放心吧，交给我。江夜啊江夜，我要让你知道，你永远也改变不了火星上的任何东西。你不过是个被遗忘在蓝星的跳梁小丑。现在基地的食物储备还能支撑几天？最多还能维持1周。1周后，全基地近10万民众将全面断粮。李家不是大夏最大的蟑螂饼分销商吗？他们手上肯定还有存货，以基地的名义向他们购买，价格可以上涨20%。我们的人半小时前刚去过，李家的管事说他们仓库也早已见底，但我们调查过，他们不仅货量充足，还趁着这个机会把价格抬到了之前的5倍。妈的！这帮吃里扒外的畜生，这是在发国难财！总指挥，不好了，基地内有批民众在抗议游行。什么？我们要食物，要食物，要食物！我们要蟑螂饼，要蟑螂饼！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夏根本给不了我们吃的。只有掌握食物的漂亮国，他们才是火星人类的未来。漂亮国是未来，漂亮国是未来，漂亮国是未来。这是在游行抗议？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我们生活在火星，最大的食物来源就是蟑螂饼，但蟑螂饼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漂亮国手里。不管了，老子也受够了。加入他们总比在家饿死强。真想让江夜看看，这就是他给火星民众带来的帮助。这咱哪到哪？我的人已经都安排下去了。这种抗议事件今天会在大夏所有基地上演。闹得这么大，会不会无法收场？无法收场？他们不是需要救世主吗？等到都快饿死的时候，我再免费发放蟑螂饼，我就是他们的救世主。都手脚麻利点，别磕碰坏了。这边歪了，重新堆。各位员工，把活干得漂亮点。晚上咱们新建的大食堂正式开业，我亲自下厨，给你们整几个炒菜尝尝。炒菜是热乎乎的炒菜，老板亲自做，干活，快干活！老板哥哥，真的要把这么多好吃的都运去火星吗？对呀。可是火星上不是有坏人吗？火星上不只有想害哥哥的坏人，也有哥哥的同胞，还有很多很多像你一样只是想吃顿饱饭的普通人。而且哥哥这么做就是在报复那些坏人。老板，全部装载完毕。水果罐头10吨，肉类罐头10吨，瓶装矿泉水20吨，精选蔬果及粮食20吨，总计60吨物资。60吨食物应该能解决大夏的燃眉之急了吧？滚蛋，可以起飞了。终点坐标火星，月前引擎启动。如果是常规飞船，从蓝星到火星可能需要7个月到1年的时间，但这艘飞船配备亚光速跃迁引擎，只需要4个小时。今天晚饭时间估计就能抵达了。今天大伙都辛苦了，提前收工，晚上大食堂集合，一起干饭。我们要生存，我们要食物。
孩子一天就吃一口虫皮，这叫我们怎么活？生存！生存！停工！停工！停机器！先解决吃饭问题。首领，情况正在恶化，9个基地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聚集抗议，已经出现了人员伤亡。这显然是有组织性的暴乱。漂亮国真是不择手段，毫无底线。魏国呢？他在哪儿？003号基地暴乱最大，甚至有人带头喊出“漂亮国才是人类未来”的口号。张将军已经带人前去镇压了。怎么办呀？我们要饿死了！我们需要食物，只有掌握食物的漂亮国，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漂亮国，希望。你就是带头的人？什么叫带头？大家都是活不下去，自发聚集起来的。哦，自发组织。那你来告诉我，什么叫漂亮国才是人类的未来？民以食为天，虫饼生产技术掌握在漂亮国手中，漂亮国就是未来。对，我们要吃饭。张将军，我们查到了。王老板，你是李家的人啊？什么？他查到了？李俊豪，李家，等大夏度过这次危机，就是跟你们清算的时候了。我就是李家下面的一个分销商，漂亮国一下砍掉70%的出口量，我这边根本拿不到货，生意做不成，家里也没东西吃，我还不能发泄一下怨气了。哦，发泄怨气？那你倒是提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还用说？当然是立刻停止对漂亮国的工业制裁，主动求和，先把虫饼供应恢复了。主动求和？有本事再说一遍！张政委，千万别冲动，我相信广大民众的本意并非如此。哦，我认为是江院士的直播误导了大家。江野在蓝星种出的蔬菜、粮食，还有那些罐头、矿泉水，能像虫饼这样大规模量产吗？就算能，不过也就比虫饼口感好些罢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虫饼这种成本低、能量高的食物，才是长久之计。对啊，这说的有道理啊！江院士身在蓝星，似乎真的给不了我们任何帮助。难道我们大夏只能向漂亮国低头吗？可是我们不想一辈子都吃虫饼啊！难道你们还在寄希望于江夜？张指挥，既然大家对江夜还抱有幻想，我建议立刻打开江夜的直播，让大家看看江夜在干嘛。无非就是水果、蔬菜、罐头，他也做不出来其他东西了。江夜，我真的没办法了。听令，同步大夏所有基地打开江院士的直播。江夜，大夏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就看你的了。好干净，好亮堂。我好像闻到香味了。炒菜，真的是热乎乎、香喷喷的炒菜。怎么样？这些菜可都是小美做出来的。小美姐姐，你好厉害！厉害，闻着就香。太香了。就夸他，这些菜可都是我手把手教的。老板最厉害，老板天下第一。行了，少买马屁，去，叫大家都进来。今天咱们农场大食堂正式营业，全体员工改善伙食，每人3菜1汤。开饭喽！多菜香，3菜1汤。都给我排好队，谁挤谁插队，今晚就看着别人吃。为了让那个火星观众看见，我特地打造了全透明的屋顶，也不知道他们看到我给丧尸都整成了3菜1汤，会是什么反应？炒菜，江院士他建了个大食堂。红烧肉、清蒸羊肉、炒包菜，还有西红柿鸡蛋汤，我是不是饿出幻觉了？连丧尸都吃上3菜1汤了，我们竟然为了狗都不吃的蟑螂饼而抗议！天老爷，我都快忘了真正的炒菜是什么味道了。炒菜？他竟然给丧尸炒菜吃！这怎么可能？妈妈，他们吃的肉看起来好香。
丧尸都在吃炒菜了，我们呢，连蟑螂饼都吃不上。我们真的要一辈子跟这种玩意儿吗？香叶，你这也太离谱了！报告首领，检测到一艘飞船驶入大厦境内，数据收集完成。这飞船就是之前漂亮国派出的那艘。什么？老板，太好吃了，没吃够。就是，老板，能不能再整点？滚蛋！说好每人一份，按劳分配。想吃，明天好好干活。叮，震惊值加99，加99，加99。哟，火星观众又被我震撼到了，这才哪到哪儿？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呢。这个时间飞船应该已经到了吧？张指挥，我建议立刻停止这场直播。为什么？为什么要关？为什么关？我们要看。就是不允许。看有什么用？江夜在蓝星，那些菜能飞过来吗？能填饱你们的肚子？我刚接到消息，我们李家紧急调拨来了一批蟑螂饼，数量有限，但我愿意以家族名义在此向所有同胞无偿发放。蟑螂饼有吃的了？可是江院士那个丧尸都有炒菜吃。真的给你们都不吃了吗？这是漂亮国的飞船，难道他们要直接发动战争？火星上的大夏民众们，蟑螂饼好吃吗？想不想改善一下伙食呀？这是江院士，这艘船不就是之前那帮杀手乘坐的吗？江院士用敌人的船给我们送东西来了。是江夜，真的是他。这不是实时通讯。江院士在蓝星就提前录好了这段全息影像。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所以我以我蓝星农场的名义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惊喜。各位准备好了吗？这怎么可能？罐头是肉罐头，我想到水果罐头了！西红柿是真的甜的。各位，刚刚那些只是开胃小菜，船里剩下的物资会按照各基地人口比例自动分发到你们各基地的物资管理中心，请大家有序前往领取。张指挥，您快尝尝，是牛肉罐头。江夜，大夏幸好有你在呀！这江院士，我们不用挨饿了。我们有救了，有救了！江院士万岁！报告首领，全部物资清点完毕，水果罐头10吨，肉类罐头10吨，瓶装矿泉水20吨，精选蔬果及未加工粮食20吨，总计60吨。60吨啊！江夜，你真是给了大夏一个天大的惊喜呀！首领，有了这批应急物资，我们足以重新调整布局，彻底打破漂亮国的食物封锁。没错，江院士真是狠狠拉了咱们大夏一把。传我命令，按照各基地人口及紧缺程度，即刻将这些物资配发下去。是。首领，我们在飞船舱内还发现几包种子。什么？江夜还带来了食物种子？叮，检测到大规模震撼情绪反馈，恭喜宿主，累计震惊值突破500万点。破500万了，看来飞船已经抵达火星了。漂亮国怎么样？够惊喜吗？别急哦，这才是第一个惊喜，第二个惊喜还在等着你们。总统先生，您对大夏的蟑螂饼制裁太英明了。咱们在这开派对，而大夏人只能饿肚子，这就是跟咱们漂亮国作对的下场。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谁才是火星未来的主人。斯科马先生，紧急消息！江夜，
江夜利用我们之前派去南星的那艘飞船，装载了数十吨物资，直接跃迁到火星，正在大夏各基地上空投放食物。你说什么？有罐头，甚至还有新鲜水果蔬菜。大夏那边已经疯了。该死的江夜，又是他！他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坏我的好事？又是江夜，他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如果不是他，现在拿出蟑螂饼的我，已经成了大夏的救世主。李副指挥，你看，食物的问题这不就解决了吗？江院士的物资不是都及时运到了吗？把这几个搞事的人全给老子抓起来！立刻联系其他基地，将今天带头聚众闹事的人全部抓捕。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背后搞鬼。哎，系统，打开商城。是真黑呀！昨天刚在火星那边装了波大的，震惊只攒了500万，这就要一把清空了。为了完成基地升级任务，系统兑换。丁，确认消耗500万点震惊值，苍穹护盾图纸兑换成功。我的钱！原来是这样，不愧是系统，人类数十年都未必能研究出来的东西，系统说拿就拿。不过想要打造这苍穹护盾，还需要建造好几座能量塔，看来这段时间我的忙了。江院士送过来的物资已经全面下发下去，基地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现在江院士在民众心中的形象空前的高。江夜在最关键的时刻拯救了大夏，这一切都是应得的。魏国，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回首领，昨天带头闹事的20多人已经全部抓捕，审讯正在进行。不过这帮人嘴很严，暂时还没跳出幕后指使。但是我让人详细调查过，并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李氏商贸集团有关系。就是那个大夏最大的蟑螂饼分销商，一直跟斯克马集团有合作的李家，就是他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基地的副指挥李俊豪，就是李家这一代的嫡系子弟吧？高老，你也注意到他了？该死的李家，在全民食物危机的时候，他们不仅囤积了大量蟑螂饼，还在哄抬价格。就是该死，太无耻了，这是在发国难财。我看这李家是跟漂亮国走得太近，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必须严肃处理。给我一查到底，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许放过，统统给我揪出来。是。行了，会议就到这儿。魏国，你跟我去实验室一趟。首领，江院士带来的这些种子，我们已经完成了初步分析，其中西红柿、黄瓜、包菜等基因序列与常规品种一致，属于正常蔬果种子。但草莓、蓝莓以及水稻这3种品类，我们在它们的基因链中检测到了特殊活性，有可能是发生了变异。那有我们火星的改良土壤能种出来吗？我们对种子进行了模拟培育，结果你也看到了，全部在萌芽期就坏死了。那浆液是怎么在蓝星种出来的？蓝星的土壤不是污染更严重吗？这正是我们最想不通的地方，已经超出了目前农业科学的认知范畴。本以为江爷送来的种子会是火星人类自救的希望，现在看来，或许人类终究只适合在蓝星生存。首领，有个好消息，我们目前的蟑螂饼研究已经突破了技术瓶颈，可以大规模生产，不会再被漂亮国卡脖子了。不，蟑螂饼不是长久之计，我绝不允许大夏人民仅靠蟑螂饼为食。刘教授，这包种子为何不一起拿去研究？这包啊，是江爷留给我们钓鱼用的。啥玩意儿？钓鱼？有些鱼不撒点特别的饵是不会上钩的。一
帮蠢货，这么重要的东西，就这么随意放在这儿。江夜，你给我等着，等漂亮国把这些种子研究透，再大规模种出来，你那破农场再也没有任何优势。李俊豪、陆听雪，早就知道你俩吃里扒外，可真没想到你们能无视到这种地步。看来江夜说的没错，咱们这确实有内鬼。首领，证据确凿，我这就带人去把他们两个拿下。不急，等江夜准备的这些惊喜被送到漂亮国再说。哈哈哈！陆研究员干得漂亮！有了江夜的这些种子，我们漂亮国也能种出那些蔬果。到时候你俩就是最大的功臣。能为总统先生和斯科马先生效力，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有陆研究员和李指挥在，我们做事都方便了许多。放心吧，这可是我们漂亮国最顶级的实验室，这些种子一定能研究透。丁，检测到炸弹种子正在被观测，请问是否启动自毁程序？种子还真落到了漂亮国手上。启动，立刻启动，给咱们的好朋友们来个大大的惊喜。丁，指令确认，自毁程序正在启动。总统先生，这些种子不对劲儿。不对劲？有什么不对劲？它们内部没有任何活性结构，反而我们检测到了高浓度的经过压缩处理的火药成分。什么玩意儿？从结构上看，它更像是一种极其精巧的微型炸弹。微型炸弹！不好，快扔掉！呜呼！漂亮国的各位朋友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喜欢我送的这份大礼吗？独家定制，星际包邮哦！早就猜到陆听雪和李俊豪会给漂亮国当狗，所以我特意在系统商城里花了50万真金值买了这包炸弹种子。陆听雪肯定会利用职位便利偷去孝敬他的新主子。斯科马老板特鲁普总统收到惊喜的感觉怎么样啊？该死的江野，我们被他耍了！我的实验室，我最先进的实验室啊，全毁了！江野，我发誓一定要杀了你！报告首领，针对李俊豪、陆听雪及李氏家族的全面调查已完成，证据链完整确凿，正是他们长期与漂亮国秘密勾结。好，调集防卫军对李氏家族进行清剿。所有人统统抓起来！是。快，再快点儿，没用的东西啊！爸，别管东西了，快走！大家已经盯上我们了，他们掌握了所有证据。来不及了！李氏家族涉嫌勾结外部势力，危害民众安全，煽动暴乱，证据确凿，所有人员立刻放弃抵抗，接受逮捕，违者当场击毙。总统先生，大家已经对我们下了通缉令，我整个家族都被抓了，一切都完了。都怪江野，他毁了我们的一切！该死的江野，我一定要杀了他！斯科马，你之前偷偷研制的星链武器是否还能激活？总统先生，您怎么知道？少废话，以前的事我不想追究。现在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杀了江野。我要你启动星际武器，给江野连同他那该死的农场给我轰成灰烬。可这样的话，农场里的那些食物、技术都不复存在了。都这种时候了，我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我只要江野死，我只要他消失。10多天时间，员工达到1500，300亩地也算整利索了。粮食储备蹭蹭往上涨，罐头矿泉水也囤够了数。狗蛋带人吭哧干活，总算把桑球护院需要的4座灯亮塔给立起来了。高级农场基地的任务也差不多齐活。嘿嘿，老板，完工了！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能量塔全部搭建完毕。
干得不错，晚上加鸡腿。谢谢老板。不过，见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离谱了？漂亮国再丧心病狂，也不至于用星际武器来轰我吧？老板，天上那些光点是啥？不会是外星人吧？啊！妈的！我这乌鸦嘴，这斯科玛的经验，他们启动了星际武器，正在充能。怎么回事？报告首领，漂亮国那边激活了星链卫星的特殊模块，正在启动电磁轨道炮，目标正是江院士的农场。什么？电磁轨道炮？这帮畜生，他们这是不计代价了！电磁轨道炮一发就足以蒸发一座城市，江院士怎么可能挡得住？这是什么？等等，这是电磁轨道炮！真的是电磁轨道炮？他们难道想摧毁蓝星？不，以斯科玛目前的技术，还做不到摧毁行星。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江夜院士的农场。江夜，这就是你惹到我们漂亮国的代价，下地狱去吧！哼，江夜，这可是电磁轨道炮，一击就能毁灭城市。我想不到你有什么办法能活下去。你不是很能种地吗？这次你就和你的破农场一起变成灰吧！江夜，安心去死吧！好强的能量，压得俺喘不过气。老板哥哥，天上那个好可怕，我们是不是要死了？开启苍穹护盾。开启苍穹护盾。所有能量塔启动。妈妈，江夜哥哥是不是要死了？呸呸，不许胡说！江院士一定不会有事的。挡住了！我操，老板，这苍穹护盾太猛了！哼，漂亮国，你们这也不行啊！怎么可能？那是什么鬼东西？那可是电磁轨道炮啊！一击就能摧毁城市，怎么会？江夜他怎么会有这种技术？给我把能量输出拉到最大！斯科玛先生，我们的电磁轨道炮技术还不成熟，刚才那一击已经是极限了。如果再强行提升功率，不仅会损坏星链卫星，还可能导致公司数据库受损。让你做你就做，废什么话？给我拉满！江夜，我看你这次死不死！我操，那金色罩子是什么？太牛逼了，连轨道炮都射不穿。江院士到底从哪儿弄来这种黑科技？江夜，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还藏着底牌，干得漂亮！总指挥，快看！哦，他们又充能了，第二发要来了！他们又来了，没完没了了！这群疯子这么想杀了我们？老板，我们的护盾还能挡住吗？斯科玛的电磁轨道炮技术还不成熟，短时间内强行2次充能，这是杀敌前自损800的大法，看来是真急眼了。偶蛋，将苍穹护盾所有能量塔的功率同步提升至最大值。是，老板。怎么可能？成功了，江院士挡住了，接连2发轨道炮都挡住了，太
太他妈牛逼了！这金色护盾到底什么？这技术完全超出了现有认知。江夜是我大夏院士，简直是我大夏的荣幸。江院士虽远在蓝星，却始终是我大夏的国士，而漂亮国一而再再而三的企图将他抹杀，这也不仅仅是针对江夜个人，这是将我们大夏的尊严与颜面丢在地上肆意践踏。传我指令，大夏全境即刻进入战备状态，调动各基地重型脉冲炮，给我全方位锁定漂亮国基地。首领，这是要向漂亮国宣战。宣战？漂亮国早就对我们开战了，现在不过是让他们也尝尝被武器指着脑袋的滋味儿。怎么回事？脉冲炮怎么全启动了？那个方向是漂亮国。我们这是要跟漂亮国开战了吗？村诺先生，紧急军情，大夏的脉冲炮阵列全部启动，将我们漂亮国所有基地全方位锁定，预计10分钟后完成充能。什么？大夏他们疯了吗？为了一个江夜，他们难道想挑起全面战争，毁了整个火星人类文明吗？快，立刻接通星际委员会，阻止大夏！高老先生，请务必冷静啊！福安会长，您亲自来了。我们是在火星，人类共同生存在脆弱的穹顶之下，一旦爆发战争，整个人类文明都可能毁于一旦。哦，那漂亮国一再攻击我大夏国士江夜，我大夏就只能站着挨打不还手？高先生，请冷静。您一旦开战，后果无法设想。请您多想想那些无辜的民众。停止吧。是，首领。上帝啊，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你们大夏人的脾气真是让人难以捉摸，要么一直忍让，要么就是完全不计后果的爆发。既然走到了这一步，那也没有后退的余地了。福安会长，我正式宣布，大夏退出星际委员会，以后大夏的任何行为无关火星联邦。什么？您可想清楚了？总科，首领，退出联邦意味着我们将被其他国家孤立。小风，你搞错了。什么？不是他们孤立大夏，而是我们大夏孤立他们。啊！秘密传令下去，以最高保密等级启动归乡计划。我们随时准备返回蓝星。老板牛，部队高科技，厉害！丁，检测到宿主已成功抵御初级星际武器攻击，任务进度刷新。恭喜宿主，农场已升级至高级农场基地，任务奖励发放中。我操！铁柱、狗蛋、小美、安妮，他们4个都能进化成3S 级了，再加上6个4S 级的驯服灵格，等于我将要有整整10个4S 级的顶级战力。狗系统，这次是真给力啊！丁，新主线任务已触发，请宿主将高级农场基地升级为城市级农场。好家伙，这是不满足于种地了，要把农场朝着城市规模打造。在乱世丧尸、污染、绝望的废土上，建立起又有秩序、有生机的希望之城，这挑战够劲，我喜欢。插播最新消息，大夏最高指挥部正式宣布，即日起单方面退出星际委员会，脱离火星联邦。大夏将完全自主掌控未来发展。什么？这消息太重磅了！那以后不就没人能管得到我们大夏了？但我总觉得高层是在憋一个天大的计划。哈哈哈！大夏这帮人真是愚蠢透顶，竟然自己退出了火星联邦。他们真以为靠他们自己就能在火星这片残酷的土地上活下去吗？大夏退出后，火星联邦里剩下的那些国家将再也无法对我们漂亮国构成威胁。从今天起，我们漂亮国就是火星人类唯一的灯塔。总统先生，斯科马先生，
以我对大夏的了解，他们做出这种决定，一定是有更好的计划。听雪，你想多了。大夏无非是被星际委员会制止后恼羞成怒了。来，让我们为漂亮国光明的未来干杯！来。既然碍事的大夏自己滚出了联邦，斯科玛，我们的家园计划是不是可以全面启动了？家园计划？没错。当初丧尸在蓝星爆发，我除了公开提出火星移民计划，同时还在秘密进行家园计划，改善火星的土壤、大气环境，将这颗荒芜的星球改造成为真正适合人类长久生存的新家园。改造一颗星球，这怎么可能做得到？改造整颗火星确实无法做到，但是如果只改造一片区域呢？我们的探测队早已深入火星地表之下，并发现了一种特殊气体。初步模拟显示，如果能在可控范围内释放这些气体，它们与火星大气反应后，极有可能形成一层稳定的、可呼吸的临时大气层，并显著改善地表温度和土壤活性。那人类岂不是可以从穹顶城市里走出去了？人类将真正踏足火星地表。所以我一直说，漂亮国才是人类唯一的未来。头儿，最近这种异常震动越来越频繁了，还要继续往下挖吗？是啊，下面地质结构根本不稳定，再这么硬挖下去会出大事的。闭嘴！斯科玛先生下了死命令，继续挖。这个项目一旦成功，我们都将是漂亮国的大功臣。报告，在半个月里，农场种植规模已经突破500亩了，粮食、蔬菜、水果都长得贼好。干得不错，老板，我这边也没闲着，按照您给的图纸，又搭起了3座新厂：钢铁厂、云装厂、电子元件厂。要不了多久，咱们农场从吃的到穿的再到用的，全都能自给自足。好，晚上食堂给你加鸡腿10个，我要吃10个，撑不死你。老板哥哥，还有我，我给咱们农场也来了2000多名新员工哦。啊，你真厉害！晚上哥哥给你做小火锅吃。耶！火锅，我最爱吃火锅啦！各位，大家都看到了，咱们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前那种随心所欲的模式行不通了，所以我宣布，从今天起，农场实行全新的按劳分配积分制。简单说，就是干的活越多，越认真，技术含量越高，就能获得越多的勤劳点数，而这些勤劳点数可以供大家购买食物、购买商品，想买啥都行。以后由小美担任总考核官，负责记录和分发每个人的勤劳点数。老板放心，交给我。点数，买好吃的。买新衣服，我也要穿工装。我要攒钱买大鸡腿。如果让火星上的那帮人看到我在蓝星建立起一个丧尸国度，他们估计都要被吓傻了吧？出什么事了？报告首领，我们监测到火星多地地壳出现异常活动，一股极其庞大的能量正在地幔深处汇聚。会引发什么后果？如果这股能量突破临界点，引发地震是小事，更严重的是将会引发毁灭性的火星风暴。火星风暴，强度能预测吗？推演完成，最迟明天，火星将迎来超过8级的超级火星风暴。8级风暴，人类建造的城市穹顶最高只能抵御6级。如果风暴真的降临，这意味着人类将再一次走向灭亡。
看来我们选择重返蓝星是正确的。火星从来就不适合人类生存。目前移民飞船准备的怎么样了？报告首领，002号基地的移民飞船已完成最终检修，所有重要的设备、数据、档案全部装载完毕。003号基地同样准备就绪，所有飞船待命。报告，004号基地准备完毕。005号基地准备完毕。院长，我们都已经准备完毕。各位，基于无法抗拒的紧急事态，我宣布大夏归乡计划正式启动。所有基地按照1级撤离预案，有序引导民众登陆飞船。若有不愿离开者，不强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条心。明白，保证完成任务。怎么会这样？我们到底挖到了什么东西？怎么会引发这种级别的火星风暴？之前我们为了攻击浆液，强行超负荷运行电磁轨道炮，导致公司数据库核心部分受损，火星深层地质的勘测数据出现了致命偏差。我们可能钻到了极不稳定的地幔活跃层。废物，都是废物！都怪浆液，要不是他，我们的数据库怎么会受损？家园计划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不好了，我刚得到消息，大夏民众正在大规模登陆飞船。他们要放弃火星，重返蓝星。妈妈，我们真的要离开火星，永远不回来了吗？是啊，宝贝，火星不是我们的家，很快你就能在蓝星见到你天天念叨的浆液哥哥了。快看，那是什么？是火星风暴，整个城市都要完了！所有人放弃一切行李，立刻登舰！重复，立刻登舰！首领，重返蓝星，真是最正确的决定。希望浆液它能够接纳我们这些火星流亡者吧。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完了，一切都完了。人类在火星的根基全毁了。不，还没有完，我们还有希望。希望？哪里还有希望？难道要像大夏那样重返蓝星？那里至少还有一线生机。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去蓝星，我们就要面对浆液了。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会杀了我们，一定会。如果你们想留在火星等死，随便，传我命令，启动所有基地兴建。10分钟，只有10分钟，能带走多少人、多少物资就带多少，带不走的就让他们永远留在火星吧。好吃，这个火锅太好吃了。本师正式宣布，此生最爱火锅。吃你的吧，话这么多。老板，天上好多飞船。这是大夏的飞船。高老，你们这是从火星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浆液，好久不见。人类不许靠近老板。不许进农场。想让什么？安分点。 4名3S 级丧尸，天老爷！要不是浆液在，我们会被瞬间撕成碎片。浆液太恐怖了，我们似乎成了外人。这是漂亮国的船。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火星上的大总统、大老板，还有那2位把我推下星舰的老朋友吗？怎么，放着火星不住，跑来我这体验农场生活了？这么多人从火星移民回来，作为蓝星领主，我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